据俄罗斯媒体卫星通讯社的消息称，在5月24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了一项新的数据。这项数据评估了美俄两国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范围内的现有核弹头数量和核载具数量。从俄罗斯当前公布的数据中可知，当前俄罗斯已部署的洲际导弹有1456枚，而美国有1357枚。也就是说，在俄罗斯的战备状态下，其所拥有的核弹头比美国还多出99枚。据了解，俄罗斯媒体之所以会发布这则消息，是基于美俄在今年所签订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新条约。该条约中明文规定，美俄每6个月就需公布这一数据。另外，这项协议中还规定，美俄部署的核弹头数量均不得超过1550枚，这是对总量的严格限制。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公布的数据与去年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相比，美国减少了约100枚，而俄罗斯却增加了9枚。毫无疑问，这就是普京敢和美国叫板的底气。对此，有观点认为，当俄媒晒出美俄核弹头家底后，中国扩核已刻不容缓。虽然坚持发展和改善民生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目标，但改善民生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而良好的外部环境的营造必然要求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一力量具体则体现在核武库规模上。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他们拥有的核武器数量都是上千枚，而中国目前的核弹头数量，外界猜测只有大约300枚，仅仅是2个军事大国拥核的零头而已。虽然说美国一直在指责中国不加入国际限制核武器发展组织，但是中国的核武器发展理念始终是防御性的，从未提出过以核武器威胁其他国家的主张。再者，此前就已经表明，中国拥有的核武器和美俄两国拥有的核武器完全不同。从两国此次公布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在这方面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为此，在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看来，无论未来中美关系走向何方，中国加不加入限制核武器的发展组织，中国都必须加强自己的核打击力量。面对数量差距过大的情况，胡锡进直言，美国迟早会采取的高压核讹诈行动，中国应扩大核武库，必须拥有超过1000枚以上的核弹头，并拥有足够强的投射突防能力。若想让中国未来的日子发展得更加安稳，增加核弹头数量必须在日程上。这段时间，澳大利亚作天作地追随美国疯狂反华，包括利用疫情抹黑中国、干涉中国内政、派军舰到南海挑衅、撕毁“一带一路”协议，还试图毁约达尔文港。而澳大利亚的所作所为也让其尝到了代价。在5月6号，中国国家发改委声明将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足以可见，对澳方我们已经失去最后的耐心。在中国的反击下，澳元汇率应声下跌，澳大利亚股市也备受打击。随后，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丹特汉表态，希望能继续对话。澳总理莫里森也表示，继续遵循一国两制政策。随后，彭博社报道称，中国似乎又盯上了液化气。有知情人士透露，有至少2家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商被要求不再从澳大利亚进口液化天然气的指令。澳大利亚是中国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商，如果消息为真，那澳天然气行业将备受打击。只不过目前该消息并未被证实。然而，澳大利亚政府似乎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依然继续狂妄。10号，悉尼先驱晨报报道称，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发言人透露，澳外长佩恩正考虑是否取消大学的孔子学院合约。澳大利亚有13家大学与中国大学合作设立孔子学院，要求这些大学通报现有协议。分析称，澳大利亚在反华道路上每走一步，能打的牌会越来越少，尤其被中国反之后，其价值也会越来越小，这时候情况就会不同了。当其没有价值的时候，都不用中国出手，美国自然会重拳出击。近日，澳大利亚公民党旗下刊物《澳人警示服务》警告，澳大利亚已经陷入美国债务陷阱，而且澳大利亚接受美国巨额投资背后正付出高昂代价。首先，美国是澳企股票和政府债券最大的持有者，深刻影响澳房地产市场。而在2019年，美国是澳最大的外国投资国。澳政府称，美国投资能带来就业，促进经济增长，但结果是澳大利亚在双边贸易协定中损失惨重，因为莫阿姨并不是自由贸易，而且贸易转移成本、专利延长让澳洲付出惨痛代价。而且通过投资和贷款，美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在外房产拥有者和债权人。当澳大利亚没有价值，就是美国割韭菜的时候了。到时候面临的可能就是中美混合双打，用独立国家这个词儿形容澳大利亚似乎成了笑话。
一直以来，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惯于在中东横行霸道。然而，最近似乎遭到了反噬。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即使以色列试图以任何手段挫败谈判，但近日伊朗总统鲁哈尼透露，美伊双方已经达成解除对伊朗主要制裁的协议，而伊朗一旦被解绑，这将对以色列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第二件事是，路透社10日报道，伊朗已经首次公开证实，该国正与地区劲敌沙特进行会谈，尽最大努力修复双方关系。伊朗和沙特加速和解，这又将是伊朗在中东影响力增强的一大步。第三件事就是，美国终于从阿富汗撤军，这是美国中东策略转变的一个重大信号。美军重点开始从中东转移到了印太地区，这对以色列绝对不是好事，将削弱以色列防御地区威胁的能力。而发生这些事件都和拜登改变整个中东地区的外交考量有关。第四件事就是巴以再次爆发冲突，而这次半路出了个程咬金。在5月10日，以色列耶路撒冷日，当天以色列警察和巴勒斯坦民众在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发生了严重冲突，导致300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随后，哈马斯向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南部一些城镇发射了至少150枚火箭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哈马斯越红线。以色列国防军也连续几次对加沙地带的火箭发射基地和哈马斯2个军事基地进行轰炸。对于这场冲突，包括美国、欧盟、英国等都敦促缓解紧张局势，而美国一如既往拉偏架，要求哈马斯必须立即停止火箭弹袭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中国为巴勒斯坦发声称，中方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表示，打算动员全世界，尤其是伊斯兰国家，反对以色列的恐怖手段。这番表态被外界解读为向以色列发布军事动员令宣战。无论土耳其是什么目的，随着阿拉伯国家逐渐和解，在中东四处树敌的以色列，好日子可能到头了，中东或将又要大变天。随着近些年来中国在各方面的迅速发展，让美国非常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影响到美国在世界的地位，而疫情不过是借口，在世界各地频繁活动，增强自己的军事影响力，昭告世界自己的霸权。美国在用这种方式掩盖唯恐被中国替代的心虚以及担忧。例如，日本应美国的要求，在离上海市只有1000公里的地方给美军建军事基地。例如，美军萨德系统入韩国，覆盖范围可达2000公里，相当于可以监视大半个中国。同样的，美国打造海上岛链的目的也是为了中国。第一岛链里关键的就是台海，位于第一岛链的中间，具有极特殊的地理位置，掌控该岛等同于有效地掐住了南海咽喉的同时，还拥有了通过第二岛链内海域的有利航道以及走向远洋的便捷之路。第二岛链则是以关岛为中心，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一系列岛屿与大陆组成。相比新西兰，澳大利亚的反华声音正越来越大。至于第三岛链，是以夏威夷为中心，涵盖广阔的西太平洋。该区域不仅是支援亚太美军的战略后方，而且是美国本土的防御前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打造海上岛链是美国太平洋威慑计划的核心内容，其目的就是为了围堵中国。就如日本媒体此前的分析，美国迫切地需要在这打造令人信服的威力以及有效的威慑能力。届时，就算中国有能力在岛链甚至全球采取行动，也无法威胁到中国的地位。再者，别看这些年来美国一直鼓吹中国威胁论，在外界看来是愚蠢且毫无意义的行为，但实际上这反而从侧面反映出了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全方面的攻击。值得一提，这几年美军一直在强化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此前阿富汗战争时，美国进入中亚，趁机在该地区设有4个军事基地，包括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军事基地实际上都能够对中国形成有效的战略挤压。现在的美国已经完全忘记了当初抗美援朝的教训，或许如今的中国早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让我国人开始有些飘了，认为中国不畏惧任何威胁。但实际上，很多国人对危险毫无感觉，就像空军大校戴旭警告的那样，永远不要认为美国是纸老虎，那是只真老虎，是要吃人的。美国人很可能已经把铰链套到了我们的脖子上，14亿国人应该警醒了。缺乏危机意识以及军事力量的忽视，都意味着要倒霉。一个民族应该有自己的信念，我们应该时刻警惕，位卑勿忘忧国。